各位同道，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本次由4中联举办的第19届中医药学术大会。首先呢，我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预祝本次学术大会圆满成功。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新加坡中医药相关政策和法律下的中医发展现状。新加坡总人口约550万人，其主要有3个民族，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华族，约有74.2%。那么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呢，是以西医为主，那么其他种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疗，比如华族的传统医疗，那主要是源自中国，而且以针灸及中药为主。那我们也有马来族以及印度籍的传统医疗。那新加坡政府重视并支持中医药的发展。那么以下呢，从几个方面跟同道们介绍新加坡中医目前的状况，就是新加坡的中医医疗服务，还有新加坡的中医人才的培养，以及新加坡的中医科学研究。那我们先说新加坡的中医医疗服务。那么医疗服务有以下几个方面跟同道们来介绍。第一呢，主要的政策跟法律。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新加坡国会通过中医注册法令。在中医注册法令下，于2001年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那么分阶段对中医师进行注册管理。2001年开始注册针灸师，2002年注册中医师。2004年1月起，在新加坡行医必须通过统一资格考试方准注册，并取得注册证书及执业证书。在中药的管制方面，新加坡卫生科学局规定，从2003年1月开始，所有中成药必须在标签上明确注明允许作为中成药销售的中英文字样。2004年1月开始，在新加坡本地销售的中成药生产过程必须符合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规范，产品上市前必须在卫生科学局所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检验合格。2007年起，全面实施新的中成药管制措施，要求所有从中国入口的中成药必须持有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国药批文。第二个方面，在中医医疗的现况，截至2020年12月，共有3271名注册中医执业者，其中呢3017名是中医师，250名是针灸师。这些注册针灸师只限于注册西医及注册牙医有这个针灸学历者来给予注册。那么中医药是新加坡各民族传统医药中最广为使用的。根据卫生部统计，接受中医医疗者1994年约占总人口的 45%， 2004年增至 53%。 当前呢，这个比例在进一步提升中。那么新加坡的中医师职业主要有以下几类的情况。第一个方面就是个人开中医诊所，第二是由非营利机构营运的中医院和私诊所，例如规模比较大的中华医院、同济医院、新加坡佛教私诊所等等。第三方面呢，是由政府医院开设的中医或者针灸门诊，譬如中央医院、国大医院、成都生医院、彰医院等。那么第四方面呢，由一些私人的医院机构开设中医针灸门诊，比如
来福士医院、康生医院、百惠医疗集团等。例如呢，新加坡中华医院是一个由中医师工会主办的一个医疗机构。那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启动医疗改革，重视专病组的建设跟发展，调整运作策略，完善服务的梯次，加强医务的管理，提升诊病效率，统一考核标准，提高医师的素质，引进激励的机制，调动医师的积极性。除了普通门诊、专病门诊外，增加特邀门诊、特需门诊，年门诊量突破31万人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中医师工会主办的中华医院，也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中医慈善的医院。这个是我们医院的看病诊所的看病的情况。那么此外呢，在2007年之前，新加坡西医院以及医疗中心的住院病人只能接受中医门诊服务。那么中医的这个治疗也非西医院及医疗中心的服务范围。2007年，随着有关条例的修订，允许已获得针灸师注册的西医及牙医在医院内或其他的医疗中心提供针灸服务。那么几乎所有的西医院及医疗中心也允许聘请注册中医职业者为病人提供针灸服务。这就是我们中医的针灸已经能够进入主流的西医院服务，是一个在中医发展这个历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那么中药材的这个管制方面，新加坡中药材的出入口、制造、销售受到药物法令、毒药法令和药物销售法令等的管制。中药材的代理商必须确保中药材不含任何在法令下列为有毒或遭禁止的物质，中成药也不能含有过量有毒的重金属。那么在市面上出售的中成药会被抽样检验是否掺杂有西药。第二个部分，新加坡的中医人才培养主要的政策和法律方面，新加坡教育部在2009年12月成立一个名为私立教育理事会，颁布了私立教育的法案，规定了所有的私校，包括中医的院校，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强化注册，才能够允许办学。那么在2011年出台了教育信托认证，也是 EduTrust 制度。那么这个呢，是要求对一个比较高水平私人院校的一个办校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制度那么取得了教育信托认证，才能够进行对海外的一个招生。2013年1月开始，新加坡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推行中医志愿教育继续教育课程。到了2020年4月1日起，中医管理委员会实行强制性的中医职业者参加继续教育的活动。那么委员会呢，属下继续教育组制定强制性中医继续教育的学分、项目类别及评定的标准。中医继续教育的最低学分要求为1年25分，2年50分。在人才的培养现况有以下几个情形。第一是学历教育，目前新加坡有3间被认可的学历教育中医院校，那么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由新加坡中医师工会主办的新加坡中医学院，还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新加坡中医药研究院，以及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开办的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办的生物医学和中医学双学位的课程，目前被认可了3间院校。
那么，新加坡中医学历教育的主要办学经验是：第一，保持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是一个前提了。第二呢，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保证。第三是夯实三基本，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搞好经典项目科目的教学，而且提倡呢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是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举例，比如说我们的全日制的课程，学生呢在第2个学年、第3个学年就已经要下临床见习和实习了。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一般院校这是新加坡中医学院学生上课跟临床实习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是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毕业典礼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请相关部门的首长部长来为我们的学生作为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主宾。那么接下来呢，谈一下在继续教育的情况。管理会以认证本地25家中医机构或者院校作为继续教育项目的举办机构。经认证的机构在举办项目之前，必须将项目详情呈报管理会批准后，才能举办及获得 CBE 的学分。举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内，必须按照一定的认证要求开办项目，让中医职业者参加。那么卫生部也设立了中医药发展基金，那么这个是为了帮助本地这个中医师的这个教育培养方面的一些资助。在2018年1月提供了500万新加坡币以支持下面3个项目。第一是注册中医师参加继续教育课程，可以从中那么申请一些经费。中药人员以及中医诊所助理参加中医药培训相关课程，还有中医继续教育提供者就是举办的这些机构跟院校或者举办这个研讨会的会议及中医诊所的设备的改善方面，也可以申请卫生部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金。那么卫生部在2021年12月成立由各大中医机构代表所组成的2个工作组，主要是探讨下面2个方面。第一呢，如何加强对新毕业和新注册中医师的临床培训，所以这个以后可能要一个全新的一个培训，由卫生部主导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制度，就这些毕业的医师进入了实习医师临床医师，那么的一些管制的一些规范的一些管制跟培训的一些方法。第二呢，是为中医师设计一套职业与薪酬指导原则。那么新加坡中医教育继续教育的情况是相当的这个活跃，这个是我们继续教育开办的情况。像这个请南京中药大学的黄教授，还有广州中药大学的经方的专家李赛美教授来给学生来讲课。那么这个是我们原4周年这个主席佘静主席在我们研讨会上面的致辞。那这个是我们当时也经常过去的举办的这个学术的会议里面请的WHO 的张琦教授为我们主讲。这个我们请这个中科院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基教授，那么给予我们的论坛那么主讲一些专题。这是我本人咱们在2011年在这个新加坡的讲学。那我们呢经常举办800到1000多人的这个论坛有给予我们本地的中医师作为这个学术的一些交流跟一些提高。好，最后一个部分是新加坡中医科学的研究情况。那么有关的这方面的主要的政策跟法律新加坡卫生部设立中医药研究基金。那么这是从2013年开始，由有兴趣的中医团体合作的科研人员来申请，经专家组评审，拨给专项科研经费。
进行如慢性病等与我国病人有关的中医药的研究。那么政府希望通过中西医专家携手钻研提高中医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能够促进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和知识。这也是近年来我们这个政府支持这个中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中医药科研的现状，新加坡卫生部从2014年至今总共已经拨款800万元，作为这个中医药研究基金，鼓励其发给有兴趣和中医团体合作的科研人员一起开展临床研究的一些项目。至今已经支持了19项中医研究项目。那么并希望通过中西医密切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推展更多的临床的研究。我们举例，比如说我们新加坡的中华医院由工会主办的这个中华医院，我们有个眼科组，就曾经跟新加坡眼科中心，那是中央医院这个综合新加坡最大的这个西医院合作完成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干眼病科研的项目，而且取得了满意的这个成果。那么有关的研究的这个成果已经在英国的眼科杂志发表论文，引起本地媒体争相报道，引起医学界的很大的这个重视。此外呢，由新加坡中医师工会牵头的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加坡9个的中医的机构跟团体，那么非常重视协调各中医药学术团体，加强跟政府部门的沟通。比如2020年9月，新加坡卫生部邀请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就协助审查新版的针灸及其他相关治疗的这个指南一般咨询跟指南。那么新加坡中医界还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像我们跟北京这个中医研究院那么签署的一个合作协议跟其他的中医药大学签署，这个是我们在跟瑞士中医药的机构签署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协议。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在中医药海上丝绸之路就跟中国中医科学院跟新加坡中医师工会联合主办的一个论坛，一个学术的会议，请我们新加坡当时卫生部的政务部长来主持的。我们深信，在有新加坡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有新加坡中医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有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国际中医药界的指导和帮助，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谢谢各位。